Hello，在 Facebook 打广告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广告费越来越贵？这是因为市场的竞争，每个人都在竞争。9 million to start, 11 million CC, 12 million is 12 million 500,000, 13 million. Nico takes it now, 13 million 500. 再加上现在很多的 WhatsApp 的诈骗，当每个人收到 WhatsApp 的信息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诈骗的信息，生怕下一秒银行的钱就会不翼而飞。所以现在想要在网上做生意的你，是有必要有一个自动销售的页面。今天的影片将会解密为何销售页面是你2024年最需要的一个网上工具和销售页面的介绍。时间是3点45分，我来到了一个其中的 online 营销大师的 preview 课。这个课程在 Swiss Garden KL 举办，在这里可以容纳100多个人左右，来了大概70到80个人。整个会议室排了10个排，5个位置，5个位置一排，然后中间是一个走道。我选择了靠边的位置坐下，主持人就开始介绍讲师上台。讲师一上台就问现场的人：“你们谁在 MCO 时间在 Facebook 打广告，随便打都有效？”现场的人大概有30个人举手。那么讲师再问：“那 MCO 过后呢？”就剩下5个企业家。这5个企业家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为什么他们可以继续打广告而不害怕广告越来越贵。我把这个5个人的分享整理了，发现他们每个人都了解到这个是顾客的 LTV。什么意思呢？顾客的终身价值的意思就是顾客购买你的产品的价钱乘以1年里面购买的次数，再乘以顾客继续跟着你的年份。想要增加顾客的 LTV， 你可以增加顾客购买的次数，把你的价钱提高，还有继续和你的顾客保持联系。要很好的和顾客保持联系，又有4个要点，就是信任、品质、经验和速度。这4个点除了你的产品和品质和经验外，这2个点你都可以通过自动销售漏斗来达成。其中一个你的广告费越来越贵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谨慎，你要争取他的信任比以前更加吃力，成本就更加高了。你想要通过写几个文案就可以成交的年代已经不存在了。销售漏斗可以通过这些解决顾客的小问题，来取得陌生顾客的信任，然后继续的和你购买其他的服务。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大卖场里面，可以是 Costco， 可以是 Lotus， 可以是 Aeon， 里面有3个档口给你试吃，3个档口都给你很好的产品尝试，3个都给你很好的体验，服务员很有礼貌，只有一个拿了你的电话或者是电邮 email， 其他2档都没有拿到。那个顾客的资料，当他们推出优惠的时候，发出一个电邮 email 或者是 WhatsApp 通知你顾客，你觉得那个厂商会不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呢？自动销售漏斗就是这个给免费试吃的小妹，24小时都在销售的销售员，拿到顾客的 email， 可以隔1天或下个小时就自动的发送通知你的顾客，叫他到你的销售页自己看自己给钱，做到自动销售的目的。为什么销售漏斗页面是2024年以后最有效的销售管道？这是因为每个销售页面都有一个非常 focus 的目标，一个页面只有一个目标，就会很容易的测量你的页面的成果。最终的结果可以是下载的人数有多少，你给出去的免费资讯换来的名单会有多少个，你卖出去的课程、产品、电子书，扣除了广告的钱和其他的费用后，转换回来的利润是多少？有了这些数据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改良，可以是你的广告文案、你的页面里的颜色、文案等等。只要可以测量的话，你整个流程都可以调到至少跟你的广告费打平，你就可以无限量的打广告。试想想，如果你打造出来的销售页面放1块钱就进去，它就会为你带来2块钱，你会放多少进去？
当然是全部身家，有多少就是放多少。那么要做出一个成交率高的页面是怎么样做出的呢？以我的经验来说，一个成交率高的页面需要搞定4个人。要搞定哪4种人呢？在下一个章节我会解开。首先我们来看看经常会用到的漏斗页面有几个。以下是经常会用到的漏斗页面。Lead Gen Funnel 通常是用来输送价值给你的顾客群，提升顾客对你的信任。近年来，因为诈骗的个案，我们的个资被卖来卖去，大家都对陌生人传来的信息都戒备提高了，所以要提高一个顾客的信任度，门槛会越来越高。再加上现在用软件就可以大量收割 WhatsApp 的电话号码，诈骗集团要拿到你的电话号码是越来越简单。人们对不明来意的简讯都会 report， 再加上 block 了它。所以 Lead Gen Funnel 的主要目的是要拿到顾客的电邮和电话号码，拿到了他的资料，他就会变成你的潜在顾客，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变成精准顾客。顾客会成为你的潜在顾客，是因为你给他的东西正好是他想要的，可以是一个免费的指南，一个可以暂时解决他的问题的方法。如果他只是想好奇进来看看，你拿到了他的电邮，可以通过电邮刺激他或引发他对你的产品的需求，然后买单成为你的准顾客。Low Ticket Funnel 可以用来卖你的入门产品，通常我们会用 Lead Gen Funnel 那里拿到的名单导流到这个 Low Ticket Funnel 里。Low Ticket Funnel 的流程通常是一个入门的产品，再加上你的主产品，再加上一个附加产品。如果你有收过那些银行和 SPA 公司合作的邀请函，你应该会明白这个流程。那间 SPA 公司会通过银行的名单，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吸引你来到他们的店。顾客被吸引来到店，以优惠的价格消费后，店里的员工就会推销他们的主力产品。Low Ticket Funnel 的原理也是一样，一个是实体，一个是在网上。一个顾客来到你的 Low Ticket Funnel， 买了入门产品，通常会再 upsell 他你的主产品，可以 upsell 他1到3个 maximum 4个，我看过有人 upsell 到4个，然后最后就会来到一个 thank you page。Event Funnel 的顾名思义就是拿来卖 event， 可以是3天2夜的课程。这个 funnel 很适合那些时常开办 event 的公司或企业，比如 Success Resources 那些企业，通常都会以峰会的方式来开启这些 event。这些峰会通常会招来一些大咖来到这个峰会做教学或给予最新的知识，通常都会以免费的方式给大众购买，然后收纳一些大群的群众，再 upsell 他们一部分 VIP 的门票。Online Course Funnel 就是拿来卖你的课程，你制作好的影片可以上载在你的系统里，可以是 Kajabi 或者是我介绍的 Systeme.io， 然后你就可以让这个系统帮你卖课程。你的顾客买了你的课程，可以到你的系统里面看你传授的知识，全部自动化，你就可以半自动的赚钱。你只要打造好你长期的广告，把流量流到你的 funnel 那里，从中做优化。刚才我说半自动就是因为要做优化，要优化些什么呢？要优化的就是你的广告文案，你 funnel 里面的文案等等，都要对你的顾客都产生共鸣，然后买单。Application Funnel 通常是用来吸引那些真正想要和你合作的对象或顾客来找你合作。Application Funnel 会有一个主页或销售页面，这个页面主要介绍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当你的顾客想要和你合作，他就会填上一个 Application Form， 或者是从你的 Calendar 那里挑选一个日期来和你做 Zoom Call。这样做的好处可以 filter 掉那些还没有 ready 的顾客，可能是心态还没有 ready 好，口袋还没有准备好等等。这些服务通常都是高价值或者是高价钱的产品。这个funnel无形中可以提高你的专业度或者是权威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和你合作，他们需要通过填写一些资料，
才能真正的接触到你，有一点吊高来卖的感觉啦。越难得到的东西就会变成越稀有。如果你当你的网络生意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你就要拥有一个可以计算的机制。如果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做网络的时代，做了一个网站，却不知道你网站的转换率是怎样，你不懂你的网站为你带来多少的利润，你不会知道你要改些什么，你不知道你的网上生意流程那里出了错，因为销售漏斗的流程是目标导向的。一个行销漏斗可以是小甜头漏斗，或者是叫 lead magnet funnel， 或者是低价漏斗 low ticket funnel， 全部的漏斗都是清清楚楚，顾客只有买单或者是不买单这个两个结果。这里我们用我帮过顾客做过的例子为例，他的引流产品是免费下载音频，主产品是松博课程，向上或者是 upsell 是他们的进阶松博课程，在最后就是推他们的会员月费。假设通过广告或者是自然流量引来了100个人，有20% 的人转换率，就是20个人购买他们的主产品。进阶课程5% 转化率，我们先不理后面的 upsell 和会员机制。通过前面的引流20% 转化率，你就会得到1980块的 sales。如果你的课程是网上的，这个就是纯利润。如果是实体的话，一天的 event 教室租金大概有1000块左右吧，扣除了3个人的工资，这就打平了，变成后面这些 upsell 和会员机制的月费都是你的纯利润，用零本钱就可以赚取后面的钱了。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要在那里调。如果你的潜在顾客一个月都没有100个，你就可以知道可能是你的广告做不好，或者是你的内容行销做得不好。如果是这里转换率没有20%，你就知道你的销售漏斗的页面的问题，可以是你的标题不够好，里面的文案没有驱动到他购买的欲望。有了这样的系统，你就可以知道要在哪里个地方动手调到至少广告费和你的前面赚的可以打平，你就可以拥有一个长青的广告流程。因为你知道每当你丢1块钱下去做广告，你就可以拿回2块钱甚至更多。刚才我们有了解到一个销售页面的基本转换率是20%，那这个20% 我们是要怎么样达到呢？又或者是怎么提高呢？我们需要把4个人搞定。哪4个人呢？就是《西游记》里面的4个人：孙悟空、唐三藏、沙悟净和猪八戒。如果你有了解到 DISC， 这个4个人物就是 DISC 的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4个人的总和。有些人是 D 的性格为主线，有些人是 C 的性格为多，所以我们的销售页面的文案都要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我们要在这里的页面问的问题里面问 What, Why, Who, How。 如果我们把 How 的文案放在第一个，孙悟空的人就是 D 的人就会不耐烦，就会离开页面。所以我们把 What 是要放在第一个标题， D 的人就会很快的告诉他这个页面是什么，他会得到什么好处。接下来就是要讨好猪八戒 I 的人。I 的人通常会问：你们是谁？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所以这里要给他知道为什么这个 solution 是最好的，有谁用这，我们是谁等等的问题。来到 S 的人，你就要给他因素，可以是你的顾客的见证，你的 solution 帮助了多少人等等。因为唐三藏都是以人为本，所有跟人有关的都会触动到他。到最后就是详细的给资料给 C 的人，
他购买产品是如何用的，有什么数据。因为 C 的人是讲数据的，要给他看到我们的流程是怎样，第一步是什么东西，到最后是什么，他们需要知道越详细越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数据一开始就放到第一位，那么 D 的人为主导性格的人就会把这个网页咔嚓把你的网页关掉。我们把销售页面的文案搞好是很重要，是因为他们直接影响了我们的转化率。转化率高的话，你就可以越做越轻松，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把1块钱变成2块钱的印钞票机器。OK， 好的，今天的影片暂时到这里。如果你想要学如何做销售漏斗页面，我有一个小小的分享，里面会揭秘如何可以用30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做出你的销售漏斗lead gen funnel。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方的链接点击拿到。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关于销售漏斗的信息。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分享，还有关注我，谢谢。